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店家博。LCK 夏季常规赛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就是 T1 对阵 GEN， 双方在常规赛第一轮的交锋中 ，GEN 以1-2输给了 T1。而查看过往赛季的交手记录，你会发现 GEN 对阵 T1 已经是大场7连败了。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第二轮再次交手 T1， 势必要突破这个心魔，完成复仇。这场比赛双方的状态可以说都不错。第一局 T1 前期靠着卡牌和 NOC 的双抓边，很成功的针对了单人的阿卡丽。但问题在于中期双人组换线到中路守线时，小吕布屡次被打残血，加上后面一波单人与 Faker 的极限1换1，以及小吕布在中路收线被抓。虽然经济没有拉开，但 Ruler 前期孱弱的卢锡安显然已经发育成型。到了中期，小花生蝎子给了 T1 无形中非常大的压力，基恩也是成功逆转局势。后期基恩控下大龙 buff 和电龙魂后，一波推平翻盘拿下比赛。来到第二局，前期双方各有优势，但 T1 下路的卢娜组合一直没有打出想要的压制性效果。中期小龙团 T1 错误地判断了纳尔的变身时间，导致进场失误，直接被基恩打出团灭。Ruler 更是豪取一波5杀，随着基恩拿下大龙 ，Ruler 又拿到了一波4杀。短短几分钟，基恩就将比赛彻底变成了一边倒的碾压，最终也是依靠巨大的经济优势一波结束比赛。赛后，当然也是兑现承诺，在舞台的中央尬舞。虽然肢体语言有点夸张，但可以看得出他们非常开心。而今天的这场比赛，完完全全可以说是下路差距。要知道，如今的比赛版本，上路的影响力不像之前几个版本那么大，所以拥有强大的下路组合是队伍制胜的关键。虽然今天的对线期 Ruler 确实受到了一些压制，但比起小吕布的给机会的上头操作，显然 Ruler 更加沉稳和老练。加上最近基恩每个选手的状态都不错，所以这一波获胜其实是可以预见的。对于 T1 来说，小吕布的个人能力在 LCK 虽然不算差，但如果单拎出来对比的话，他确实少了一份沉稳。简单来说，凶有了，但不够狠。这个赛季里面，威武战队是让很多小伙伴都非常关注的队伍。他们虽然在去年里面是排行倒数第1的战队，但是自从人员改动之后，现在也是 LPL 的强队了。他们在这个赛季里面是有很大的机会进入到全球总决赛的。目前夏季赛已经来到了尾声，威武当前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他们却输掉了一场很重要的比赛，那就是跟 GDG 之间的比赛。我们都知道 GDG 战队也是目前 LPL 比较强力的一支队伍，而跟他们之间的对决将会关系到季后赛的顺位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场胜负原因，让威武没能拿到最终的复活甲。在那一场比赛上面，最让大家感到不好的地方就是卡萨的状态。作为队伍当中的老大哥之一，卡萨已经是 LPL 的3冠打野和 MSI 的冠军了。虽然没有 S 冠，但是在队伍当中荣誉上也是数1数2的选手。但他的年纪也大了，虽然说不敌 Rocky 的年纪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巅峰期。现在卡萨很明显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期，面对到 Kanawe 这样入侵性非常强的打野时，卡萨的弱点就会暴露出来，导致比赛直接陷入到僵局，威武被全面压制。而现在的威武也开始找一些问题。近期大家发现，之前小龙宝跟卡萨轮换的时候，一直都是让他坐在 Rocky 旁边，而近期小龙宝的座位又换到了 Rocky 的旁边，这是不是也说明威武现在也要进行轮换了呢？从近期的训练赛上面来看，也确实是小龙宝在打，看来威武战队是真的想要让卡萨做饮水机，然后让小龙宝做首发打野。这一下让很多网友都感觉十分的不可思议，因为很多网友都觉得小龙宝非常的菜，如果让小龙宝去打首发，那么威武真的可以打出成绩吗？今年岂不是要直接白给了？其实这也不好说，因为小龙宝在这个赛季里面的发挥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虽然说打的都是一些弱队，但是小龙宝的数据都非常的华丽，像小龙宝的 KDA 现在还是位列于打野排行榜首，
可能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小笼包之前的发挥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经典15分钟后不会玩游戏，而且本赛季打的都是一些弱队，这样的数据肯定不能够作为小笼包真实的实力。但现在来看，其实也没有办法，毕竟管理层应该会更懂一点。如果小笼包近期的状态很差的话，管理层肯定不会让小笼包去打首发的。而且现在卡萨的状态也确实不是很好，所以更换一下首发，说不定也会起到奇效。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呢？值得一提的是 ，LPL 在昨天进行了一场焦点之战的比赛，RNG 与 GDG 之间存在排名竞争关系。这场比赛的胜负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两支战队的最终排名。结果两支战队的竞技状态都是一塌糊涂，3局比赛没有神仙打架，只有菜鸡互啄。这场队名还以为是暗黑四天王的内战，结果 RNG 是翻盘2局，让1追2，击败了 GDG。这场拿下之后 ，RNG 保留有拿到前2复活甲的一个可能性。这里简单和大家分析一下目前 LPL 的排名形势。RNG 在赢了 GDG 之后，战绩变成了10-2，与威武是同分。RNG 目前是小分劣势，和威武战绩相同，小分落后4分。而对比 GDG，RNG 是少赛2场，小分落后3分。RNG 如何才能拿到前2呢？首先的基础条件是 RNG 后面4场全赢下来。目前来看难度不大。RNG 剩余的对手是 AL、IG、TT 和 LGD。IG 和 LGD 2场最好打， AL 和 TT 这2场需要小心应对。只要 RNG 自己表现足够出色，不给机会的话，这2场也是大概率能拿下，然后尽可能的多拿2-0的比分，同时寄希望于 TS 能够战胜威武，最好 GDG 也能输给 TheShy 领衔的 WBG， 这样最稳。RNG 想要通过小分击败威武，难度是比较大的，因此超越威武要大分领先，超越 GDG 要小分领先。而 TS 目前的位置就非常轻松了，复活甲基本到手，关键就看最后是第1还是第2。阿伯认为今年 RNG 夏季赛想要夺冠难度比较大，最近连续打了翻盘局，翻盘 EDG 和 GDG， 拿下2个关键分，让 RNG 有机会以更高的名次打季后赛。但 RNG 翻盘局过多，只能说不是一个好兆头。目前 LPL 是 12.13 版本，很快就要更新到 12.14 版本。这个版本一旦更新，再想要打出翻盘局，条件就非常苛刻。12.14 版本将会对 LPL 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洗牌，这个版本的续航符文和药水全部削弱，伤害和消耗型符文全部加强，对线要求更高， counter 位更加重要，因为新版本很难再用劣势英雄对线苟住。同时小龙先锋生命值提升，龙魂全部加强，设计师鼓励战队在前中期就疯狂干架，一旦掌握了小龙和先锋优势，对面就很难逆转局面。因此 RNG 必须得加强前中期，包括对线节奏带动与资源团的一个争夺都要加强，否则碰到那种擅长打前中期进攻的队伍会非常吃力。